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频道，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闻擅长探索和分享高质量的娱乐话题。如果您同样喜欢满满的正能量，喜欢寻找趣味开心，那么新闻频道一定是您最爱的去处。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新闻频道，记得点击订阅按钮，开启小铃铛提醒，不要错过更多精彩的内容。千万别忘了点个赞，分享给你身边的小伙伴们，一起来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吧。各位观众朋友们，嘿，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 Zen1， 我今天要给大家带来诡异的微博页和烧脑的123。在这之前，请允许我先为各位献上一个最新最流行的网络笑话。为什么人类需要照镜子呢？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看不见自己的面孔，哈哈哈哈哈。好了，让我们进入正题吧。前段时间，微博之夜上 Queen 和 King 的争夺成了焦点所在。原本各位以为杨紫和肖战这两位传说已久的实力派流量巨星再次独占鳌头，却没想到就在此刻爆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冷门，胡歌和刘亦菲这对传奇前辈竟然成为新晋 Queen 和 King， 这简直就是翻天覆地的大逆袭啊！然而这次选举可不是一场空穴来风的闹剧，而是观众亲自投票选出的结果。你说这是不是让人惊掉下巴？不过在这里 Zen1 我要提醒各位，莎士比亚曾经说过，世界就是一个舞台，舞台上面都是演员，这您懂的。所以咱们还是把这场选举当成一出精彩的大戏来欣赏吧。话说回来，面对这场爆冷事件，粉丝们自然不满，纷纷指责有内幕。然而从胡歌的获奖感言来看，这个内幕恐怕也难以破解。胡歌在台上那一番发自肺腑的演说，简直就像是亚里士多德一般的智慧结晶。嘿，这位充满内涵的 King 可不是盖的。刘亦菲和胡歌成为新晋 Queen 和 King， 这也充分说明了他们深耕已久的实力和影响力。但是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他们的竞争对手时，我们也不禁要问，这次选举究竟是真实的民意反应，还是充满了戏剧性的煽情？是流量时代的倒退，还是对前辈的尊重？对此 Zen1 我将永远保持疑问。所以我要问问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这次微博之夜 Queen 和 King 的选举是真正反映了观众们的心声呢，还是背后有什么不能言说的秘密？让我们一起思考一下吧。其实在这个结果出来之后，大家都不禁要思考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样的标准才能成为 Queen 和 King？ 是作品、慈善和人气，还是演技、口碑和影响力？哎呦，这可真是一个千古难题啊！难道真的像莎士比亚所说，事物的本质存在于它的对立之中？当然，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也不能忽视胡歌和刘亦菲在演艺圈的地位，他们的实力和才华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胡歌和刘亦菲能否继续稳坐 Queen 和 King 的宝座，还需要时间来验证。在此 Zen1 我要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开放的思考，也要记得欣赏那些给我们带来欢笑和感动的演员们，他们的辛勤付出和努力才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精彩。同时请各位观众朋友们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你们心中的 Queen 和 King 究竟是谁，你们又是如何看待这次选举结果的？让我们一起探讨互动，把这场脱口秀变成一个充满思考和欢笑的盛宴吧。谢谢大家。除了噱头十足的 Queen 和 King 话题，还有一群人是最近微博热搜榜上的常客呢。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 Zen1 我认为，神秘莫测的微博之夜闹出的水花更加让人捉急，替狂蹭的捉急，也替被蹭的捉急，嘘，不要告诉别人哦，这可不是一场普通的演出，门票都不公开售卖呢。赞助商和明星工作室一起瓜分这些宝贵的门票，然后发给忠实的粉丝后援会。可谁曾想，黄牛眼珠子一亮，瞅准了这商机，把票价炒到了5位数，不少都要价3万哦。这黄牛的生意头脑不得不让人想起了莎士比亚名句，一磅肉怎么切都是肉。看到自己心爱的偶像，粉丝们可谓是矢志不渝啊，竟然有人从昨晚开始在会场外露宿守候。哎，这不是让人想起了亚里士多德的那句名言吗？一片瓦当风，千里目送尘。这几天上海的气温可真是让人冻得跳舞啊，只有6到12摄氏度，寒风凛冽，粉丝们还是抱团取暖吧。白天一到，粉丝们纷纷穿上了应援色衣服，挥舞着旗帜，架起易拉宝，
竭力吸引偶像的注意力。为了让自己的应援更出彩，各家粉丝纷纷使出浑身解数。刘宇宁的粉丝们用法拉利车队应援，真是顶流到极致。而王鹤棣的粉丝们竟然把猴子都玩得五花八门。杨幂则是反客为主，给粉丝们逆应援，送上了一大堆美味佳肴。当然，安全第一，上海浦东警方早早的就跟举办方制定了活动安保预案，保证活动能够安全顺利的进行。看来这次微博之夜真是热闹的沸沸扬扬，收效明显啊。好了，我们来说说这个微博之夜，它究竟有哪些吸引人的地方？首先，各大明星纷纷亮相，犹如一场星光熠熠的盛宴。想想看，这么多明星齐聚一堂，怎能不让粉丝们兴奋不已呢？真是让人感叹，人生得一知己，即可死而无憾。哦，这可不是我说的，是古人的智慧啊。其次，各种创意应援也成了这场微博之夜的一道独特风景线。这里有激情四溢的汽车队伍，还有充满趣味的猴子造型。每个粉丝团都在努力地展示自己的独特魅力，希望能在这片璀璨的星空中为自己的偶像增添一份光彩。跟着，这次微博之夜也充满了正能量。看看杨幂的逆应援，为粉丝们送上美食，让人感受到了这个圈子中温暖和关爱的力量。有时候，某些团队的确也要学会这种回馈，学会关心他人，这才是人生最美好的事情。那么今晚我就提出3个反问，让你们充满好奇心地思考一下。你认为黄牛炒高票价是市场经济的自然现象，还是道德沦丧的表现？在这个微博之夜中，你最喜欢哪个明星的粉丝团？为什么？假如你是一个明星，你会选择怎样回馈你的粉丝，让他们感受到你的关爱？快快留言回答我的问题吧，让我们一起在评论区互动，分享你的看法和想法。欢迎大家畅所欲言，说出你的心声，记得给我点个赞哦。当然了，这次最嗨的就是男 CP 群体，火到外太空的博君艺校 CP， 这次真的是嗨到爆，嗨到爆。至于以你的照片 Zen1， 我已经第一时间闭上了眼睛，欢迎大家自行回顾了，哈哈。你们猜怎么着？这对 CP 王一博和肖战，自从腾讯星光大赏同台那天起，已经885个日夜没同台了。哎呀，这难道不是比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不可能过幸福生活还让人痛心吗？2022年的微博之夜，这俩人终于要同台了，男粉丝们兴奋的像中了彩票似的，他们纷纷喊出我与夏风皆过客，唯愿博笑揽星河的祝福，感觉就像莎士比亚说的夏日的微笑，冬天的阳光。然而微博之夜结束后，果园里哀嚎一片，因为博君艺校竟然既没有走红毯，也没有眼神交流，更别提同台了，呜呼哀哉。你说嘛，明明都花了大价钱打扮得如同英勇的骑士，结果红毯取消了，这就像演员舞台上忘词一样尴尬，让人捉急。据说有人解释红毯取消是因为外面的粉丝太多挡住了信号，直播卡死了。哈哈，这也太能编了吧。这让我想起了一句名言，人生的舞台上，我们既是演员也是导演，这导演是不是太懒了点？那么红毯泡汤了，粉丝们还能期待什么呢？哈哈，没错，就是进场环节。但你猜怎么着？王一博和肖战入场也只是匆忙的身影，跟追踪猎物的猎人一样，一眨眼就没了。难道他们是故意不想让我们看到他们的风采吗？好了，既然男狂粉都这么关心博君艺校，那么问题来了，这场微博之夜究竟是谁在背后搞鬼呢？是不是主办方故意利用王一博和肖战引流呢？这让人不禁想起了那句古话，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大家觉得是不是这个道理呢？哎呀，我还想问问大家，这次博君艺校失之交臂，你们是不是也感受到了莎士比亚的那句名言，离别是甜蜜的痛苦，因为暂时的离别让我们期待永恒的团聚。那么问题来了，大家觉得博君艺校下次同台会是什么时候呢？我们应该期待吗？这场微博之夜让博君艺校的粉丝们是不是感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幸福不是获取最多的东西，而是满足最少的需要。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才能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更好呢？大家记得在下面留言回答问题，互动起来，别忘了给 Zen1 我点个赞哦，谢谢大家。当天晚上呀，王一博和肖战两位小哥哥，一个穿黑色外套，一个穿米白色西装，简直就是男真爱最猛的磕点，
让好口的粉丝们眼前一亮，亮瞎眼。哟，他俩还都穿了高定婚服系列，看来是暗暗放糖呢。我们的小哥哥们可谓一黑一白，犹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说，人生而平等，唯才慧与美貌使其不同。嘿嘿，这下粉丝们赞不绝口，称他们像动画小王子里的造型。不过谁能想到啊，就座环节居然这么搞笑。肖战和王一博同坐第二排，但是不同区，两人眼神零交流，仿佛莎士比亚的话。这是何等的痛苦啊！博君一笑，男粉丝心都凉了大半。不过粉丝们不甘示弱，居然还拍到了两人神同步的动作，真是亮了。颁奖时刻，王一博获得电影人突破奖，一时间粉丝们激动得像炸毛的猫咪。可惜镜头没切到肖战，不过贴心的导播还是给了场内举着王肖灯牌的粉丝一个镜头，这下糖分满满，粉丝们瞬间充满了幸福感。据说肖战是去后台换衣服了，否则镜头可能会给他。这算是给粉丝们一颗糖吧。可惜啊，最后王一博领奖后匆匆离开会场，据说是赶回去拍戏了。哎，这对粉丝们来说真是喜忧参半啊。那么问题来了，另外我要问问大家，一，王一博和肖战这次穿的婚服系列是不是一场暗搓搓的糖？二，他们的神同步动作是不是让你们感受到了满满的幸福感？三，王一博离开会场是不是受不了这种男的眼光和注意呢？男粉丝们是不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大家快留言评论互动，把你们的想法告诉 Zenman 我吧，让我们一起感受这场充满欢乐和疑问的奇怪大秀。哎呀，看到王一博手指上有伤，真是让人心疼啊！这个小哥哥真的太敬业了，拍戏都不忘回来领奖，这难道不是对粉丝们的一份诚意吗？五味杂陈，或许让人更容易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欢乐与美好。如同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说，快乐是灵魂的宝藏，是人生的终极目的。别忘了回答 Zenman 我刚刚提出的几个问题哦，期待大家的热情互动，让我们一起在这欢乐的派对上留下美好的回忆。谢谢大家。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 Zenman 我说实话，这事儿啊，说到底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嘛。讲到这个有点意思的状况，王一博可谓是领奖界的一股清流，拿奖之后就撩头走人，连衣服都没换，这不是很地道的一波操作吗？而肖战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专门跑去换了衣服，是不是有点太敏感了呢？哈哈。后来肖战换好衣服一出来，舞台上的戏剧性瞬间升级，简直堪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真的一波接一波，让人咂舌。肖战拿到了微博品质演员奖，选择了和杨紫合作的顾魏作为微博话题，这是不是给博笑粉丝们来了一个猛烈的偷袭？好家伙，他们的心可真是玻璃做的，这一下就碎了。更戏剧性的是，合照的时候，肖战又和杨紫一起上台，两人站在一起，开心的鼓掌。于是乎，男粉丝寂寞之余，柯余生夫妇的粉丝们可是开启了狂欢模式，博笑粉丝却又感觉被狠狠扎了一刀。然后各种奇怪的猜测纷至沓来，比如说王一博是不是和肖战吵架了？为什么肖战就不能像王一博那样和女明星保持距离？真的让人哭笑不得啊！哈哈哈，这个圈子就是这么戏剧性，有意思吧？喂，观众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也有点感触啊？哎呀，演艺圈就是这样，有时候充满戏剧性，有时候又充满了无奈。那么现在我要给大家几个问题，大家一定要想一想，回答一下哦。第一个问题，你们觉得王一博和肖战到底是真心的兄弟，还是只是表面上的友情？这个问题可深奥了，让人回味无穷啊。第二个问题，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些戏剧性的状况，有时候真的让人哭笑不得？这演艺圈啊，真是百态人生，百家争鸣，如梦如幻。第三个问题，如果有机会，你们想问王一博和肖战什么问题呢？让我们一起来想象一下，如果他们来到我们面前，我们能和他们聊些什么有趣的事儿呢？好了，现在你们可以留言写评论，告诉我你们的答案了，让我们一起互动讨论这个充满戏剧性的演艺圈吧，哈哈哈，期待大家的回答哦。不知道您留意到了没有呢？肖战和杨紫曾一起出现在镜头里的时候，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 Zenman 我发现，笑着走向杨紫的肖战，给人一种我可能是个温柔绅士的错觉。
然后又给杨子让路，好像在说请美女优先。这两人真是天生一对的戏精，好歹也是约好一起上台的。但你们别想太多哦，没准这就是个装模作样的闹剧。看着肖战和杨紫两个戏精的互动，让人忍不住惦念起了熟悉的王炸的身影。正如莎士比亚的名句，这世上的美好事物都是为了与你相伴而存在。与此同时 ，Zen1 我看着肖战的笑容，居然想起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名言，笑容是人类最好的装饰。肖战和王一博这两位陈情令里的顶流。王一博有出圈的电视剧作品，知名综艺街舞，还有已经走上电影之路的无名，他可谓是一路开挂。接下来的长空之王，热烈也是独一无二的表现，简直是要火遍大江南北。那么肖战呢？他现在最出圈的作品还是魏无羡，说他不着急那是扯淡。虽然魏无羡攒下的流量让粉丝们疯狂，但现实就是没有新的出圈作品，圈子里的人不认同，那在演艺圈里的日子就会越来越难过哦。肖战现在就像是亚里士多德说的，天赋如同钻石，需要磨砺才能发光。所以啊，肖战急需一个角色来突破魏无羡，就像莎士比亚的名句，我们生来就是为了寻找舞台。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肖战和王一博谁的前途更加无量呢？肖战和杨紫的互动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呢？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一起讨论。所以啊，大家赶紧留言、写评论、回答问题，让我们一起探讨更多有趣的话题，为我们的心头好们加油鼓劲。让我们再次感叹一下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友谊是灵魂的一部分，它永不会分离，这可不是空话哦。谢谢大家。在 Zen1 我的眼里，王一博和肖战他们的友谊就如同两个灵魂寓于两具躯壳，根本越来越远。Zen1 我真的不明白男男真爱到底爱什么。在2014年，那时候的王一博才17岁，还是个稚嫩的小朋友呢，身怀舞蹈绝技，那可是让人艳羡的呀。虽然他的演技不算顶尖，但是谁能不承认他的运动神技啊？而另一位小哥哥肖战，2015年出道时已经24岁了，那时候的他可是和王一博一样，在演技道路上踌躇满志的开启新篇章。想想看，在27岁那年，他便凭借魏无羡一脚蹿红成了现象级的红人。所以啊，他要想再次破圈，就得不断磨练演技，靠好作品横扫江湖。可是肖战曾被雪藏过一段时间，不过近来他的势头依旧雷声特大，雨点特小。所以呢 ，Zen1 我觉得咱们何不把王一博在微博之夜的低调无声看作是对资本的抗议和无奈呢？被人捆绑同框，被人婚鞋嫁妆，友情、爱情，咱们都混淆不堪，一概不论了。说到这儿，我不禁想起了莎士比亚的名言，世间无限的荣华富贵，比不上朋友间真挚的友谊。王一博肯定最懂这句话，因为他最需要后者。喂，我还没完呢，我还有问题想问问大家。来，互动环节开始了。第一个问题，大家觉得肖战和王一博在未来会有怎样的发展？第二个问题，你们希望他们合作拍摄哪种类型的电影或电视剧呢？最后一个问题，你们觉得他们的友谊能否成为影视圈的传奇？好了，希望大家玩得开心，不要忘了回答我的问题哦。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 Zen1 我发现这一次嘛，王一博参加活动，老兄变得跟个小朋友似的，不再那么酷炫拽里拽气了。嘿，跟大鹏坐在一起嘻嘻哈哈，上台领奖倒是手足无措，整个人乖巧可爱的让人忍不住笑出声来。我偷偷告诉大家，这次颁给王一博的奖项可是大名鼎鼎的电影人奖哦，是微博独创的蛋糕大奖哦。要知道他准备上台的时候，慢悠悠等着大鹏，本想谦让一下，结果还是被硬生生的推到了 C 位。瞧瞧那茫然的小眼神，抿着嘴巴，整个人拘谨的像个小学生。哎呦，真是太可爱了。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我现在差点以为王一博是个社交小白，怎么一下子就回到了解放前，从乐华培训的爱豆变身成了懵懵懂懂的小朋友，这也太戏剧性了吧。而这个模样，谁又会忍心为难他呢？哼哼，不过有一点我可是要澄清一下，这或许才是真实的王一博吧。慢热的性格，在陌生的环境里他就会变得拘谨，而这份拘谨与可爱，谁能抗拒呢？说到底，这就是他的魅力所在，你说是不是？来，大家再猜猜看，这场活动赢家究竟是谁？哈哈，半个娱乐圈的艺人都去了，
那些没去的难道是输家吗？没去的艺人可是包括了赵丽颖、鹿晗、朱一龙、李沁、张艺兴、黄子韬、吴京、华晨宇、江疏影、宋茜、倪妮、赵露思、樱桃、周冬雨等等诸位大佬哦。关于赵丽颖为何没有出现在名单中，外界流言纷纷。一种说法是她专心搞事业，对名利场不感兴趣；另一种说法是她正忙着在云南拍摄新电影《虎狼之路》，准备进军电影圈，压根儿没时间参加这样的活动。这部新电影可是由赵丽颖和肖央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哦，所以啊，赵丽颖没去参加晚会，成了一波热度。这波热度把握的好，对她可是有好处的；把握的不好，那就可能给她带来不少负面影响了。想想看，这样的大型晚会，虽然热度和流量很大，但是还需自身强大才会更有价值，对吧？哈哈，来，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觉得这场晚会有哪些亮点，有哪些狗血瞬间？快留言告诉曾万我，让我们一起来加码聊聊这场娱乐盛宴吧。嘿嘿，现在就请大家留言、写评论、回答问题，让我们的互动更加热闹起来。曾万我再次提醒一下，没去的艺人有没有大佬或者大姐大的存在呢？比如赵丽颖、鹿晗、朱一龙、李沁、张艺兴、黄子韬、吴京、华晨宇、江疏影、宋茜、倪妮、赵露思、樱桃、周冬雨等，您发现了如雷贯耳的正装演员名字了吗？不过 Zenman 我发现这些艺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忙碌于剧组的剧组狂魔。正如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忙碌是一种幸福，哇塞，这简直是古希腊哲学家亲口相助啊！现在大家都在议论赵丽颖没去微博之夜的原因，哈哈，外界传闻可真多，其实并不是赵丽颖看不上眼，也不是她在云南拍新电影，当然了，新电影《虎狼之路》可不是闹着玩的，正经事儿，要进军电影圈呢。就像莎士比亚说过，有时候机会就在你眼前，你只需要勇敢的去抓住它。这次赵丽颖不去微博之夜，就像买了个彩票，中奖了就是好事，没中就是咸鱼。既然决定了不去 ，Zenman 我已经说过，他肯定有自己的打算。毕竟这种大型活动虽然热闹，但是有时候还是得看自己能不能吃得消，不是吗？赵丽颖的选择其实挺低调的，她在拍摄《虎狼之路》期间，没有因为一场盛大的微博之夜而离开剧组，这说明她并不追求短暂的人气和流量，而是在追求主流媒体的认可。有人评价她说，她有自己的世界，很多时候都是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在看世界。这样的赵丽颖让人不禁想起某次芭莎慈善夜活动，她就是安安静静的吃水果，没拿香槟去献殷勤，可以看出她并不喜欢这种过于名利的场合。就像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 Zenman 我认为一样，他选择用旁观者的角度看世界。那么问题来了，赵丽颖是不是因为不喜欢这种名利场，所以才拒绝了微博之夜？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让她拒绝了呢？哈哈，这可真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除了赵丽颖，还有张艺兴、李沁等人也没去微博之夜，他们都在剧组深耕拍戏，不愿参加这样一个意义不大的狂欢派对。有人说，这些没去的艺人才是人间清醒，因为他们有底气。Zenman 我深以为然，因为底气这玩意就是不鸟你微博，就这么简单，不服都不行。与其在众星璀璨中没有存在感，倒不如在剧组深耕。这些艺人不去参加，还能被看好的看到，才是最好的选择。所以我们 Zenman 我认为，这些没去的艺人们选择了对自己更有利的道路，也许是个明智之举。就像莎士比亚说过，人生就是一场盛宴，你需要选择你想品尝的佳肴。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这些艺人是不是应该去参加微博之夜呢？他们的选择是不是正确的？你觉得赵丽颖拒绝参加微博之夜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赵丽颖是不是真的做到了用旁观者的角度看世界？第三，如何平衡名利和真实的自己？最后，请大家留言、写评论、回答问题，和我们Zenman我一起探讨这个有趣的话题。哈哈，期待大家的回应，谢谢大家，下次见了。记得今天要开心哦，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